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带来是外星人演难民的第一季大结局。一白遮百丑，一胖毁所有。泰瑞日常健身进行中，突然库弗跑来，原来是永宝变成了，那关我什么事儿？这是你的职责，我来修飞船，你来照顾永宝。橙色的永宝代表灭亡，而这就意味着他们重建失乐邦的任务将失败。显然，宝妈泰瑞根本不知道永宝变成的缘由，幸好库弗早有准备。他表示，在撤离失乐邦时，曾将饲养永宝的注意事项写在了卡片上，并且装进了钱包。但问题是，钱包找不到了。库弗突然想起来，当时他撤离时并没有带钱包。所以库弗即刻决定启用时光机回到过去，把钱包带回来。就在这时，永宝突然产生了异样，看来任务刻不容缓。库弗即刻做准备，而所谓的时光机其实就是一双高科技鞋子，它能让穿戴者回到过去。这玩意儿也就只要110亿美元而已。库弗随即向泰瑞详细解说使用说明，因为一旦使用错误，他们将摊上大麻烦。库弗一条一条的念，泰瑞一愣一愣的听，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出。嘿，你再听没？在，那个说什么来着？你继续说。另一边，又玩幻象舱的小粉又忘了关门，小库趁机溜了进去。他打算翻看一下小粉进来的运行记录。你这是在侵犯隐私，偷来的东西才香，不是吗？你个小变态！万万没想到，小粉竟然在幻象舱里造出了好人版的他。同名不同姓，我叫曲妹来，会梳辫子，会做面包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多指教。他从小巨这里得知，原来在小粉眼里，他从来都不是个好哥哥。他给我说，你拿他去和女巫换 PSP 游戏机。对呀，可女巫没干啥呀。他还说你老是嘲笑他走路的样子，像这样子，你能憋住吗？我能憋住，不服来打我啊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嘴炮模式即刻启动。几次交手下来，小库发誓他一定要让小粉喜欢上他。与此同时，这边的库弗已经讲到了第58条注意事项。泰瑞身心俱疲，两眼昏花。喂，刚才我说到哪儿了？不能乱摸东西，不然会融化。可不能乱摸东西，那怎么能拿回钱包呢？别操心，咱们还有小叉叉。带上小叉叉，启动小写写，走进小洞洞，重返失乐邦。故人重返家园，逝去的记忆挑动心弦，一草一木都是思念。背井离乡的人啊，怎能不伤感？岁月是把杀猪刀，从前的自己是多么的苗条，只怪地球饮食好，一不小心长了膘。随即，两人找到了当时遗落下的钱包，欲将其打回飞船。家长出了门，永宝没人捆，不妨串串门，以免觉得冷。潜入邻居脑，方便把天聊。同事孤独留守人，你的愿望包我身。思母心切望再见，一桩小事如你愿。而另一边打钱包的库弗，终于承认了自己不行。这种精辟的活，果然还得靠泰瑞。虽然一路艰辛，好在钱包终于被赶到了飞船口。泰瑞希望库弗重拾男人的尊严。shit。随即，两人马不停蹄地赶了回去。原来永宝变成橘色，是因为吃了橘色的东西。我好像是为了他一个南瓜饼。心底的石头终于放下了，走路都是轻快的步伐。初次成功穿越的喜悦洋溢于表。没想到下一块石头却紧跟而上，家里竟然突然冒出了一个陌生的同类。面对这个突然走进他们平淡日子的第三者，库弗非常恼怒：“你谁呀？我是万宝啊！”全家福照片无疑是铁铮铮的事实。库弗，你怎么突然胖了？还有你的弟弟去哪儿了？面对空降的第三者，总要有个冷静的人来解释一切。经过库弗反复研究、细细调查，最终给出了究极结论。没错，这段时间万宝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。库弗猜测，应该是他们打乱了时间流，而产生的后遗症，也许是把钱包还给过去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为爱，为彼此，为两人世界，他们势必要将这个万宝送回过去。事不宜迟，两人赶紧行动。准确的时间，准确的地点，现在只要把钱包打回去就可以了。瞧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完成使命，两人火速返回。殊不知，此刻的小库正在尝试走进妹妹的世界，奈何当惯了霸道总裁，转型暖男还是有点困难。聊天不欢而散。这时，库弗和泰瑞突然空降。万宝，这里有叫万宝的人吗？没有。Yes， 我们成功了。我是指他出去办事了。现实是残酷的，万宝并没有消失在他们的生活中，甚至还拿出老鼠恐吓他们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看来消灭小三的路还非常漫长，死了的人是没法穿越的。所以眼下他们必须搞清楚万宝是怎样在那场大灾难中活下来的。谁想到时间穿越这么复杂呢？那是谁的锅？反正不是我的。不想看似将要闹僵的关系，却被当初两人的初遇打破。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那时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。煽情的话还是少说，毕竟还有正事要做。库弗决定两人分开行动，库弗跟着从前的泰瑞，泰瑞跟着从前的库弗。因为两人都记不得见过万宝，所以才要互相监视对方。而另一边，永宝的圆梦之旅也进行得非常顺利。他利用返老还童术将老奶奶变回了
孩童时期，心心念念的母亲就在眼前，那个当初来不及的拥抱，现在终于补上了。脑海中的回忆层层递进，往昔的美好历历在目。邻居奶奶如愿以偿，她终于记起了妈妈的模样。激动无比的老人深感无以为报。我家厨房里有个上了防童锁的储存箱，麻烦你帮我拿出里面的2节5号电池和一只魔笛。另一边，初次转型失败的小库又来到了幻象舱，转型之路不取点金还真是不行。没关系，承认自己辣鸡是通向不辣鸡的第一步。讨好第一是带他去他最喜欢的地方玩，即巴士灭菌酸奶店，打招呼拍拍手，生生世世好朋友，这些都是什么狗屁东西？显然无基础的小库需要小趣从简单模式授课，于是小趣即刻命令幻象仪来个小粉的全息投影。好了，从对他微笑开始。如此狰狞的微笑，还是来喝杯咖啡压压惊。分头行动开展的非常顺利，泰瑞紧跟库弗监视着他的一言一行，没曾想让他意外的发现，库弗背地里竟然嘲笑他太没文化，装大咖。同样的，库弗也紧跟着泰瑞，谁曾想这狗子竟然骗他自己是他的初恋，那这妖艳贱货又算是什么东西？与此同时，小库这边的转型课初见成效，小区老师深表欣慰，所以决定送他复仇者贴纸以表奖励。小库大喜，随即学神乖的小库决定来自实操演练，首先要温柔的打招呼，其次要赞美他的穿着。小粉一脸懵逼，这还是他那个好吃懒做、争强好胜的哥哥吗？另一边，库弗和泰瑞双双怒气冲冲的来找对方讨个说法，隐私公开，面具摘下，哪有什么完美的伴侣？大家不过各取所需，逃避寂寞而已。这边出事成功的小库赶紧给老师报告成绩，可万分感谢过后，却是一句删了你。原因是小库并不想让小粉知道，为了讨好他，自己竟然还拜师学艺。果然是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。善良过头的人往往都没有退路，往日的师生情在翻滚后的拳头里消失殆尽。这场你死我活的较量，终是由那个狠心人收了场。与此同时，库弗和泰瑞也打累了，因为他们都想通了，不合适就分开，何必还要互相伤害？可就在这时，他们看见了可爱的孩子。回想起这一路，虽然磕磕碰碰、吵吵闹闹，可这才是一家人的样子，不是吗？往昔的回忆涌入脑海，那些逝去的岁月里，他们风雨并肩，互相照拂，愤怒被柔情扑灭。往后余生，还是得2个人相互搀扶。煽情的话还没说完，那个小三就已经出现了。修真的时机来了，插塔小叉叉上前就是一棒。小三之战拉开序幕，双方势均力敌，不分伯仲。可2对1的阵仗势必会占很多便宜，小三节节败退，小叉叉步步紧逼。那边是10万火急，这边却是浓情蜜意。小事出身的小库决定乘胜追击，可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等来的却是一记割喉。原来小粉坚定地认为小库是幻象舱里的小趣，一刀毙命，一枪收拾，杀得干净，走得洒脱。随即小粉匆匆回到家，看见倒在血泊中的哥哥，可他却突然发现这个才是小趣。小粉立刻暂停了幻象，面对弑兄的残酷事实，小粉不禁悲痛的叫道：原来占卜里说的都是真的，悲痛在蔓延，杀戮在继续。僵持了大半局的小三之战终于以多胜少收场，干掉小三的2人迅速回家检验成果，全家福是最好的证明，他们成功了。可突然袭来的震动即刻将2人从欢呼声中拉扯了出来，外面世界已然变了样，侏罗纪时代顺势登场。泰瑞心态非常良好，只要没有小三，爱咋地咋地。奈何世事弄人，怕什么来什么，那个不要脸的小三再次震撼登场。你不是死透了吗？没办法，长太丑，连阎王都不收。原来是泰瑞的老情人救了他，现在小三是老情人的新欢。没想到接下来的消息更加劲爆，小三告诉他俩，失乐星根本就没有爆炸，而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把他们这2个叛徒抓回去裁决，罪名是乱用小叉叉。突然小粉从屋里走了出来，随即又是一棒重炸，我亲手杀了亚麻来。可尖叫还不止于此，接着小三还告诉他们，等他们离开后将即刻引爆地球。面对接连而至的打击，小粉崩溃了。不可能是这样的，崩溃边缘，泰瑞叫停了一切。没错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你不觉得同时发生了太多不可思议的事吗？生活不可能是这样的，感觉一点都不真实。突现的小三，被杀死的亚麻来，失乐星没有爆炸，这信息量也太大了，这他妈太黑客帝国了。你是说我们正在做梦？没错，你说对了。可库弗却表示没人能将他困在梦里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说没有的人必定就是造梦的人。一场打醒群殴突然涌向库弗，一切来得太突然，拳打脚踢下的库弗终于承认了自己是在做梦。可就在这时，小库打开了幻象舱的门，一切真相大白，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幻象舱里。紧接着永宝吹着笛子也走了进来，2位家长又为管理宠物的事吵了起来，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。可就在这时，永宝吹着吹着竟然变成了紫色，我们要不要告诉他俩？算了吧，他俩已经够紧张了，等下一季再说吧。
一场乌龙始于永保，也终于永保。可这场闹剧不过是幻象仓陪他们玩了一场。也许因为是第一季的杀青集，所以才有穿越一说，从相遇到相知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两个背井离乡的人在异乡备受异样的眼光，所以才有了最后的惺惺相惜。而对于小粉来说，小哭也一直不是一个好哥哥，他爱欺负他，爱嘲笑他，却怎么也想不到，就是这样的哥哥，有一天也会为了他虚心请教，打破传统。可能是因为习惯了冷漠，所以当温暖扑面而来时，未免有些疑惑。可生活就是这样，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带给你惊喜或是惊吓。而也正因为这样，这一路走来才不会觉得前路茫茫，毫无期望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